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的 AI 技术学堂。今天呢，小鱼儿详细给大家讲解Midjourney一个基础教程。都说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那么相信大家如果听了今天小鱼儿的这一节Midjourney基础教程，你在绘画上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个认知，那么你就不会觉得Midjourney绘图会很难。那么Midjourney其实是一款非常适合初学者的一个绘画工具，它拥有一个简洁明了的一个界面和直观的操作方式，即使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快速的上手。同时我们可以看到，在Midjourney的官网还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教程和示例，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初学者呢逐步掌握一个绘画技巧。Midjourney呢还植入了一个先进的 AI 技术，它可以根据用户的输入自动生成多样化的一个图像。那如果是我们的新手朋友，你刚刚接触Midjourney这一节课呢，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记得并订阅一下小鱼儿的这个频道，那方便你下次在学习的时候呢，可以快速的找到我的视频。今天这堂课呢，都是手把手的教程，非常的详细。第一呢，我会讲如何创建频道；第二呢，要讲 prompt 指令是由哪几部分组成；第三呢，给大家讲常用的一个参数指令；第四部分呢，还会给大家讲一个设置，里面有哪些常用的功能；最后呢，教大家如何简单的绘图，以及如何保存图片。那么这期教程呢是满满的干货，新手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。这里呢先回到小鱼儿的频道，那么我会跳过注册，直接进入到一个创建频道。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如何注册Midjourney的一个账号的话，那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一期教程。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所有的一个参数设置的话，那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一期参数大全。这里呢我们直接进入第一步，创建频道。那来到这个页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Discord 的一个社区。那么Midjourney呢就是其中的一款 APP， 简单的说呢，它就像我们国内的微信一样，微信里面的一些群。那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页面，中间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出图的地方，那这边呢是我们创建频道的一个片区。那最左边的这一排呢是一个在这个里面绘图的一些创作者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小鱼儿其实也是用的一个合租的链接，所以说这边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创作者。这里呢我也会把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呢放到下面的描述栏。那我们到最左边的这一排已经看完了，那这边就是机器人，在最下面这一排就是我们输入指令的一个输入栏。那我们在左边最左边我们直接拉到底，在这里有一个加号，我们直接点这个加号，点完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它会跳出来这样一个画面。这里我们点一个亲自创建，我们这里呢要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频道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一个公共场所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里面绘画，有很多时候可能别人都会跑到你的频道里面来绘画，那我们就选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片啊，方便你进来绘图的时候呢，能够一眼识别这个是你的频道。我们点击一个头像上传，在这里呢给我们的服务器取一个名字，我就取一个小鱼儿，点击创建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频道已经创建好了，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频道。接下来一步呢，我们要在我们的频道里面添加一个机器人，那我们才能在我们的频道里面绘图。我们又回到左边这一排，找到Midjourney机器人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idjourney的这个头像，我们点一下添加 APP， 在这里选择一个我们刚才创建好的服务器，找到我们刚才输入的一个服务器的名字，点击继续。这里要进行一个授权，这里还要验证一下单击与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不同的啊，这些都是水果，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，点下一个，还要再选一遍 OK 了，可以看到已经成功的添加，把这个机器人呢添加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了，我们直接前往。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全新的频道。创建频道呢，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再创建一个频道，那这个频道呢就是一个小的频道，在我们大的这个频道里面，我们可以再创建几个小的频道。比如说我想在这个里面拿来画漫画啊，这里私密频道我们可以选择一下，选了之后呢，别人就不会跑到你的频道里来，别人也看不到你绘的图片。
我们点击下一步，同样我们还是要把机器人给它拉进来。那可以看到，这是我刚刚创建的一个小的文件夹。那你这里还可以创建，比如说我要一个写实的，我还要一个宫崎骏风的，这里我们都可以想创建几个都可以。那我们的第一步频道创建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呢，来到我们的第二步，在这里我们要输入一个，我们要画图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在这下面输入框里面呢，输入一个提示词，我们点一个斜杠，点这个 image， 那这个就是输入提示词的意思啊。这里有个 prompt， 我们就把提示词输入到这个后面，比如说这个我把它粘贴下来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prompt 提示词呢，它是由几部分组成的。我们来到Midjourney的一个官网看一下，我们找到这个写作提示啊，这里有一个 prompt 提示，点击进来。那在这里呢，可以看到基本提示呢，可以像个单词、短语或者表情符号一样简单。我们就在这后面，比如说猫啊，平时小鱼儿最喜欢的就是画一只猫，我这后面先删除，直接输入一个 cut。那我们其他什么都不用操作，直接发送，就这么简单。它就开始在机器人可以看到，它就开始在做图了。它的做图呢是需要一个时间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它一个生成的一个比例。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提示词。我们继续输入一个 image， 我们再看一下官方，这最基本的一个提示，可以是一个单词啊，也可以是一句话，比如说一只可爱的猫。那这是一个短语，我们同样把它复制，还是放到这个后面发送。这是最简单的提示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要一个高级提示，它包含的就有点多了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更高级的提示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图像的一个图片的一个链接，加多个文本短语，再加一个或多个参数。我们可以理解为图片链接加提示词加参数，那么合成了一个完整的 prompt。 这里给大家操作一下。那我们还是回到翻译，谷歌翻译，我这儿稍微修改一下描述词，一只超级可爱的大花猫。那我把这个提示词编辑的更长了，一只超级可爱的大花猫穿着人类的衣服在餐桌上吃鱼，这就是一个提示。同样我把它粘贴到后面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中间的提示词，我再加上一个我们常用的参数。这里呢，注意了，我们要点一个空格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发送它会显示一个红色的杠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参数我们的提示出现了错误。点击2个横杠，输入一个 AR， 再空格，点击一个16:9。那么这个杠杠 R 16:9，它就是一个参数。那么前面这一部分呢，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提示词。我们点击发送。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加上我们图片的一个链接呢？这个图片链接呢，往往就是在于我们平时的以图生图就会用到一个图片链接。比如说我想生成类似的一个图片出来，那这里呢，大家如果说想学以图生图，那么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小鱼儿的一期以图生图的一个教程链接呢，放在下面的描述栏这上面呢，右上角我也会放一个链接，同样一个斜杠，把这个点击一个右键。我们这里一定是复制链接，不是复制图片，也不是复制消息链接，最下面的一个复制链接，把它粘贴进来。这里再空格一下，再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提示词和参数复制下来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完整的 prompt 指令。这部分是图片链接，这部分是一个提示词，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个参数设置。我们直接把这个指令送出。那这个 prompt 指令呢，小鱼儿就给大家讲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想学画图很多关于 Midjourney 方面的一些问题不懂，那么呢，也可以加入小鱼儿的一个星球知识提问。这里链接呢，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找。接下来第3部分呢，给大家讲参数。其实刚才讲这个提示词的时候呢，已经讲了一点点的参数了。这里呢，小鱼儿再给大家讲一下。那同样我们还是输入一个提示词，我们把刚才的这个链接粘贴进来。那可以看到参数呢，就是图片的最后一部分，这个杠杠 AR 16:9杠杠 V 6.0，
它都是属于一个参数。那这个呢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参数。这个16:9呢，它是控制我们图片的一个大小。那么这个16:9呢，它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参数比例。那回到我们Midjourney的一个官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参数呢是添加到提示词的选项，用于更改图像的一个生成方式。那参数呢可以更改图像的一个纵横比啊，就是我所说的一个长宽比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给出的一个这里是提示，后面呢这一串呢它就是一个参数。基本参数呢有一个-AR啊，就是控制一个长宽比的一个参数，还有一个 KR 参数，这个呢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长宽比的。这里呢还有一个 IW 参数，那这个呢是一个以图生图会用到的一个参数。经过两边的一个对比，相信大家呢已经对参数呢有了一个了解。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些参数设置怎么使用呢？那这里呢，小鱼儿也会把一个参数大全的链接呢放到下面描述栏。那这上面右上角呢也有个链接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，说的非常的详细。接着呢，给大家讲第4部分设置。那么设置呢，它在哪里呢？它在我们的隐藏的一个指令当中，我们点一个斜杠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这些呢都是一些指令。我们可以看到。这个呢是 image 输入提示词的，那这个呢是以图生图的 describe。那第3个呢 settings 就是一个设置，那这个 info 那就是我们查询一个信息。下面这些呢都是不常用的，小鱼儿就不给大家介绍了。我们直接点开这个 settings 设置，那这里点了之后呢，我们还要点一个回车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设置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一个命令，比如说这个我们点一下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里面呢，就是我们Midjourney的一个版本啊。大家都知道，Midjourney呢，从刚开始的 V1、V2、V3、V4、V5.0、V5.1、V5.2，到现在的一个 V6 版本。每次你绘图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写实的，你就 V6；想要一个动漫风格，你直接选这个 Ligi 5。每一个版本它都有一个动漫风格。需要风格的时候呢，我们有2种方式呢，可以达到一个更换风格。第一呢，就是在我们的参数后面直接输入你要哪个版本，或者呢，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呢选一个版本，选好之后呢，你不用去输入，它也会按照你选的这个版本来做图。那么这下面这些呢，有一些风格化参数。当我们想要调整风格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到这里面来选择。那么这个风格呢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参数后面去加，同样也是2种方式可以选择。那么这个 Vmax 呢，是小鱼儿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令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设置。那接下来呢，小鱼儿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简单的绘图。其实如果说你这个视频从一开始看的简单的绘图，大家应该都已经会了啊，从一个单词到一句话到一个短语。那这里就教大家如何绘图。我们知道Midjourney呢，它是要输入一个英文指令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必备一个谷歌翻译。那这里把我们翻译好的描述词呢，直接点击一个斜杠，点 image， 把提示词粘贴到后面。那这里呢，注意了啊，我们一定这个后面的参数一定要输对啊，不对的话，你这个发出去可能就是失败的。直接加上我们的直接把我们的提示词和我们的参数输入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按 Enter 键送出。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上面小鱼儿教大家做出来的一个图片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教大家了解一下出图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每次呢，我们给了一组描述词之后，Midjourney呢都会根据我们的提示给我们出4张图。那如果说你点击一个保存图片，那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保存的图片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4张图片一起保存了。那我们如何保存单张呢？接下来呢，小鱼儿一一给大家揭晓。那可以看到这组图片啊，非常的可爱。为什么这么可爱？小鱼儿在这里面加了一个可爱的一个值在里面，一个风格化参数啊。那么这里具体的一个参数大全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里面有讲啊，如何来画出，如何来利用一个参数来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。那我们可以看到Midjourney做出来的图是4张，我们要点一下才能把这个图片放大。
不然它就是一个小图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它每一张图片都分开呢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在下面就有对应的几个选择让我们选，比如说这里 U1、U2、U3、U4，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点一下就知道了，点一下 U1，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那它就是把第一张图呢给我们放大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U1、U2、U3、U4 就是分别对应的这4张图。那比如说我点一个 U4， 这种情况呢，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该交付失败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多点2遍就可以了。OK 了，那可以看到最后一张图，我们放大看一下。每次我们要想放大的时候，我们就点击这个图片，点一下，点的是一个鼠标的左键放大，那这就是 U1、U2、U3、U4 的一个作用。那我们再看一下 V1、V2、V3、V4 呢，我们点一下 V1， 那在这里呢，我们需要再提交一下。那么这里呢，还有很多一些 Midjourney 的一些进阶教程呢，那小鱼儿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啊，大家想学习的都可以去学习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那这里正在等待当中，趁着这个等待的时间，小鱼儿讲一下其他的吧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除了 V 和 U 之外呢，在后面还有一个2个箭头组成的一个圆圈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刷新啊。当这一组图片生成出来之后，你不满意，那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刷新键。这个时候呢 ，Midjourney 呢，它会重新做4张图出来，是不是非常的棒？这个功能，那你可以让它不断的给你做图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趁着这个等待的时间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这张图已经出来了32%了。这里呢，不得不说啊，Midjourney做图是真的非常的不错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，Midjourney 呢，它是不可以免费使用的。我们可以来到 Midjourney 的一个官方网站呢，看一下啊，它的一个收费情况。那一个基本计划呢是10刀一个月啊，一个标准的一个呢是30刀一个月。那一般订阅的话都是30刀，合人民币呢就是200多。对于我们的新手朋友还没有开始挣钱，这个还是看到费用的时候就有点退缩了。但是这里呢，小鱼儿告诉大家，如果说你想用这个Midjourney呢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大家点击小鱼儿的一个Midjourney一个教程下面，那在这里呢有一个Midjourney便宜合租，我们点击这个链接进来，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，都是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啊，包括这里还有一个 GPT 的一个账号啊，这里Midjourney的一个账号，我们直接点进来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费情况啊，便宜合租，那确实是要优惠很多。这个10人共享年付呢700多啊，那还是1年的年费，是不是？这个10人共享年付标准的啊400，那这个独立月付呢350啊，这个呢会员独立月付呢价格稍微贵一点，那么标准6人呢只需要59块钱。新手朋友呢建议呢大家可以先订阅1个月，那如果说你是长期绘图的话，也可以考虑一个年付。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用支付宝付款，也可以用一个 PayPal 账户付款，非常的方便。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大家可以联系你下单的一个客服。回到我们Midjourney的一个页面，看一下图片做好了没有。那么可以看到啊，这是我点了 V1 之后的一个结果。那这是 V1 的一个，看一下这张第一张图，参考一下。简单的说呢，它根据第一张图呢，生成了4张相似的图片出来，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啊，当然肯定是有变化，衣服都变了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形象呢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唯一呢就是根据你选定的这张图片呢，生成类似的几张图片出来。如果说你喜欢这一张，那么你再想要几张其他稍微有一点变动的，你就可以点这个唯一。那我喜欢这一张，我想再生成几张类似的呢，我就点 V2。那这个刷新键呢，我们看一下已经出来了。根据我们给它的一个提示词呢，重新帮我们生成了一组图片出来。啊，风格变化有些大，总有一张适合你。那我们总结一下啊 ，V 呢就是放大图片，U 呢就是生成相似图片。
那这个刷新呢，重新再帮我们生成一组图片。当我们放大了图片之后，又有新的指令出来了。我们放大了这张图片，下面又出现了一排指令。那这里呢，小鱼儿还是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。那我们常用的呢，这个键的意思啊，它就是会根据这张图片呢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啊。你点击这个，这里提交，这个呢，它会生成不同的几张图片出来，它的变化有点大。那这一个键呢，就是缩小这张啊微妙变化。我点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先点这个微妙变化，我们不进行任何的操作，直接提交。这里呢又开始排队等待了。那这里呢，小鱼儿就本来想给大家看一下生成出来的一个结果啊，但是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有点晚了啊，我就直接给大家讲一下。这个呢是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，那这个呢是一个强变化，根据这张图片。那这个呢是把这张图片缩小，把它缩小。这个呢是把这个图片放大，这个呢是自定义的一个缩小放大。那下面这一排上下左右的箭头是干什么呢？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。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图片呢往左边来一点，你就点这个键；想让这个图呢往右边来一点，那你就点这个键。那你想让这个图片上面空旷一点呢，你就点这个上这个键。如果你想让这个图片呢展示下面更多的一个内容呢，你就点往下这个键。如果对这张图片满意，非常的喜欢，那你还可以点这个爱心。那最后呢，小鱼儿再教大家如何保存图片。我们点鼠标的左键把它放大，点击鼠标的右键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复制图片，可以保存图片，可以复制链接，可以打开链接。我们直接喜欢这张图片就进行一个保存。那这里呢，选一个你想放在的一个文件夹里面，保存好就 OK 了。那记得呢，大家做好的图呢一定要保存啊。小鱼儿吃过的亏呢，不希望大家再来上同样的当。有的时候当你还没有来得及保存啊，第二天可能你的频道不小心被人删了啊，或者说进不去了啊，那你的图片也找不到了啊。所以大家做好的图呢一定要及时的保存。新手朋友们看到这里，是不是对咪经理绘图了有了一定的认识呢？是不是想赶紧去试一试呢？那这里呢，下面会有一个便宜合作的链接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试试。今天呢，小鱼儿的这期课程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。喜欢小鱼儿，如果你觉得今天小鱼儿讲的呢对你有帮助，记得一定要给小鱼儿点个赞，并且呢订阅小鱼儿的频道，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一个咪经理绘图的教程呢，可以点击小鱼儿的视频。那么这里呢，小鱼儿之前呢有一个掌握绘图的8大要点，那有一个功能介绍、长宽比设置啊，还有这里一个生成连续性人物，以及一个角色设计啊，还有一个光和权重。那么呢，大家感兴趣呢都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只要你了解的更多，你会爱上绘图。也欢迎大家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